这里是中朝边境，左边是中国，右边是神秘的朝鲜。这座朝鲜城市名叫新义州，是朝鲜第4大城市，也是平安北道的首府，相当于我国的省会城市。新义州是朝鲜的经济特区，很多人都认为它实际上是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翻版。我在收集新义州相关的信息时，发现了一些非常奇葩的历史。2002年9月，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成立，首任长官为河籍华人杨斌，但是这位杨斌是一个大忽悠，接下来因逃税被中国政府逮捕，令政府运作停止，特别行政区只虚有其名。11月，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推进委员会以集体领导的形式接替了杨斌过去的个人领导形式。2004年10月期间，曾任美国加州富勒顿市长、韩国华侨出身的沙日香女士，曾被看好为接替杨斌出任新义州第2任长官的最佳人选，后来也不了了之。朝鲜官方的这一系列神操作令我非常的惊讶，如此封闭的国家居然可以如此随意地任用外籍人员来担任地区领导人，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画面中鸭绿江上有2座铁桥，右边的这一座便是著名的鸭绿江断桥。桥的朝鲜一侧，桥梁被美军炸毁，只剩下几个桥墩。今天我将登上这座鸭绿江断桥，近距离观察朝鲜的新义州市。接着上一期的一日游视频，我们结束抵近朝鲜的游船，上岸后出口处是一个朝鲜和俄罗斯特产的购物店。这几乎已经是旅游景点的基本套路，逛完景点必须要进行一波带货，就像榨甘蔗汁，一根水灵灵的甘蔗压榨个3到4轮，基本快冒烟了才会放手。我这个人胸怀大志而从小节俭，文思敏捷而为人谨慎，人送外号玉面小蛟龙，绰号铁先生。所以不管是俄罗斯的香肠、蜜蜡、巧克力，还是朝鲜的人参沙金牛黄丸，都无法打开我的心扉和钱包。我甚至都没有买一根冰棍和一串烤肠。购物店的售货员看着我坚毅的眼神和坚定的步伐，只能感慨，这可真是纯玩团啊。导游在车上给我们推荐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朝鲜商品，就是朝鲜的电动剃须刀，说比国产的强 N 倍，极其的好用，极其的耐用，可谓剃须王者，力压美国硅谷，称霸4海8荒。如果说朝鲜的人参和安宫牛黄丸还可以以原生态和纯野生作为卖点，但对于电动剃须刀这种电子产品，我实在想不出朝鲜能有什么优势。那我们来看看导游的推销话术。朝鲜的导弹大家都知道吧，那是举全国之力，无数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那么朝鲜的电动剃须刀跟朝鲜的导弹有什么关系呢？电动剃须刀里电动的部分，朝鲜没有啥优势，它的优势就在于剃须刀里的刀片，它是采用了制造导弹剩下的边角料，精心锻制的。导弹那是使用了高科技的合金材料，什么硬度、韧性、强度、延展性，你想想都能上天。就这刀片放在剃须刀上，那效果杠杠的，一开机嗷嗷的，嘎嘎好用。贴合剃须，全身水洗，超级耐用。岁月把你的黑须熬成花白，它仍然陪伴你左右，一起穿越时光的海洋。我承认，在某个瞬间，我也曾有过一丝心动。但我转念一想，朝鲜本身就资源短缺，这么珍贵的高科技的导弹材料，为什么不回炉，重新再做导弹呢？遂放弃购买，深藏功与名。出了购物店，在码头的广场上闲逛一圈。当地盛产一种桃，正处于大规模上市期，价格极其便宜，1.5块一斤。游客们纷纷解囊品尝，但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因为在我的家乡湖北荆州出产的黄桃，甜、大、圆、黄、香，味道可以说独步全球，秒杀全宇宙，堪称桃中之王。早在2014年便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强烈推荐各位家人们购买。除了应季的新鲜黄桃，平时还有黄桃罐头供您选择。您购买时报我的 ID 名大名的旅行没有优惠。在广场上看到了一个当年日本鬼子修建的碉堡，它始建于1941年，由日本监工、中国劳工建造的。碉堡高8米，直径6米，厚0.4米，分上下2层，层高2.2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有观察孔14个，设计孔9个，
当时有日军宪兵队一个班的兵力值守，碉堡的旁边还有毛岸英英雄的雕像。广场的另一侧摆放了几辆退役的坦克和战斗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赠送的。天气比较炎热，许多游客躲在战斗机的翼展下乘凉，略显随意。这些武器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雕像，应该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元帅面对的方向正是朝鲜。广场旁边的小店里售卖朝鲜的货币，实际上中国人拿着它们无法参与交易，只是起到了纪念和收藏作用。烤玉米我曾经买过一次，硬如铁，差点把我5000元一颗的德国全瓷牙罐给咬崩了。朝鲜天然手工果粒糕，味道非常的好吃，但我并没有买。河口断桥估计要收费，于是我也没有上去。我方一侧的断桥上红旗招展，桥下是被洪水冲毁的沿岸设施，2个板房近乎完好地躺在遍布渔网的废墟之上，我估计他们应该属于2位伤心的养殖户。回望朝鲜方向，青山无言，江水浩荡。如今朝韩2国关系突然紧张，两边都是秣兵立马互相叫狠，一边要让对方陷入无情火海，另一边威胁要终结对方政权。但我知道两边的叫嚣都仅仅只是口号罢了。这世界上并非强权的小国，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停战，都完全由不得自己。真正博弈的永远是棋盘背后的棋手。结束河口断桥的行程，中途去农庄吃个饭，然后我们将返回丹东市区，开始鸭绿江断桥的游玩。导游风趣的总结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看5座桥，其中3座断桥。农庄的招牌菜是铁锅炖大鱼，我们这个小小的旅游团每人凑30元。原本对这种旅游指定的农庄并不抱什么期待，但实际上人家做的挺好。铁锅炖的是鲢鱼，肉质极其鲜嫩肥美，这是我1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条鱼，以至于我一个人可能就干掉了1/4。说占了便宜吧，也确实有点；说公平吧，也还算公平。毕竟其他菜我就很少吃，现在让我回忆，就只记得吃了半个咸蛋。对于这种全是陌生人一起吃饭的场合，我个人建议更适合分餐制，不但省去了尴尬，还能避免传染病。还有一点，旅游是很费体力的，有些人当着大家的面连干3大碗饭之后，虽然没有吃饱，但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去加饭了。特别声明一下，我说的有些人并不是我自己。在吃饭的间隙，我又在网上预定了明天的丹东半日游，因为里面包含朝鲜歌舞表演，希望能有所收获。看看桃花，然后再吃个鱼，你知道吧？都是来吃鱼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真的啊，就是因为刘老根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除了因为啊，这个河口呢是刘老根儿的那个拍摄地之外啊，有一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那个蒋大为唱的那个《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面所描写的万亩桃源就是在河口。朝鲜香烟是121条。这还有朝鲜的红参切片，店里面卖298的。我这个是属于批发过来自己家喝的，这个就是150一条。这里面是1年的量，1天1片1年的量，1块钱都用不上1片。就给老人的话，你给他买别的都是扯，他最喜欢的你就给他买一盒这个的话，老高兴了。你知道当年的话，朝鲜拿什么还的账？拿的是朝鲜的朱砂。朱砂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水火不侵的物质，因为什么？道士画符要用朱砂，和尚开光要用朱砂，皇帝使新皮要用朱砂。所以呢，朱砂这种物质，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就是可以避煞的。尤其什么？今年你要本灵年呢，中国的黄金镯的，你可干活，你可不敢戴。卡哪就咱讲了，就是个左的眼儿，你卡一下，它也是个印儿，对不对？尤其什么？谁家能买个纯的？我姑买那个镯子，它都是透的那种，现在买纯的忒贵了，这玩意儿2万多的，是不是？所以的话是什么？你要是喜欢的话啊，你可以看一下各种款式。在朝鲜的话，老百姓戴的是黄金，不是吗？款式全是仿的中国的。是，看江对面，看江对面。有点人了，现在。咱们现在啊，对面呢是朝鲜的清水市。朝鲜的清水市，朝鲜研制核武器的地方叫朝鲜的清水核反对。你说它能不能是一个地方？没有官方认证啊，但是
电话，国内还是局域网，咱以前打红警那个时候，哦，咱觉得也吃不着肉，也没有肉，过节的话能发块豆腐，啊，就这样的话让咱去咱也不去，是吧？但是人家自己本国的话，人家觉得很幸福，咱们现在看到左边的这个花墙，这个花墙呢，就是大家特别好奇，就是在这次洪水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个防洪大堤。其实这个防洪大堤呢是日本人修建的，啊，它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中国啊，因为鸭绿江经常发水嘛，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想建的话也没有那个技术，它没有那个水泥。鸭绿江断桥是鸭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由当年日本朝鲜总督府铁道局所建。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元帅临危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由于大桥在元朝战争中具有交通大动脉的战略地位，美方便千方百计对其进行破坏。1950年11月8日，美空军首次派出100余架 B-29型轰炸机对大桥狂轰滥炸，大桥被拦腰炸断，朝方一侧钢梁落入水中。同年11月14日，美军又派出军用轰炸机34架，再次轰炸大桥，朝方3座桥墩被炸塌，至此大桥瘫痪。直至1951年2月，经过狂轰滥炸的大桥最终被炸毁，成为废桥，中方所剩4孔残桥保留至今，被人们称为鸭绿江断桥，成千上万处弹痕被保存了下来，成为抗美援朝沧桑历史的见证者。最后一站安东老街是集怀旧观光、经典美食、旅游、购物于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商街，跟之前的好几个景点一样，也是免费的。安东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唐朝，当时唐朝设置了安东都护府，1876年清政府设立安东县，直到1965年安东市改名为丹东市，名字叫老街。实际上它并不是露天的，而更像是一个 shopping mall 的形式，只是里面装修成了老街的样子。安东老街的第一层有纵横好几条街道，都是以老安东的知名街道命名，复古了丹东100年前的建筑风貌。店铺主要是丹东特色餐饮、知名连锁餐饮品牌、旅游纪念品、休闲娱乐以及文化创意等业态。偶遇一位玩3仙归洞的老哥，花了10块钱跟他简单互动了一下，大家来观摩一下他的手法，看看是否能破解他的魔术。把你手拿过来，把这个球放在你手里，我要这个球进去。哦，哎，这叫互动。那可以啊，那我们互动一次。来吧。啊，好的，开始啊。看好了啊，咱3个小球，2个小碗啊。哎，看清楚。咱就拿起这个小球，放在手里头，这边盖上，这边扣上啊。哎，在哪里？你说。我说在这里。这里看。哎，吹一下啊，吹一下。吹，不吹不灵。哎，来，手伸过来，把你手伸过来。哎，这边轻轻摇，哎，握住它啊，用力，使劲握住。哎，对喽，看好什么叫绝活？哦。哎，我让这个小球进你手里。啊，握住，用力，使劲儿，哎，手握住它啊，哎，再拿这个小球放在手里头，这个握着肘的。也就是说里面有2个，打开，就是有2个。确定？哇，哎，什么叫绝活？哇，厉害了！看这里有没有这里头？哦，哎，这不中不中？那我揣的是对的呀。对呀。我不跟您说了吗？看到了，就在这里头，没错。哎，关键是这个球知道怎么进去。我到什么时候玩就3个球，就没说过。咱们没有像他们玩的起到4个球，都是揣一个逮一个。那我们看不到，那肯定就是3个就是3个啊。这个你看好了，给你表演啊。哎，现在几个球你看好了？3个，没毛病吧？哎，随便给他啊。半截球，对吧？哎，都看好了啊！哎，就拿这个小球放在手里头，这边哎，等一下，在这个手上啊，这里面已经没有了。那你说现在在哪里？我说这个手上里面球已经没有了。这里头没有，球在哪里？我就只确定这个里面没有了。哪个玩的？我反正这个手上没球。有没有？那我刚才猜对了，应该是。那你说现在有没有？现
没有啊？没有没有球在哪里？不去。你说在哪里？在碗里。在这碗里。哪个碗里？都打开。在那个碗里。这个碗里是吧？哎，打开。在哪碗里啊？哎，你随便打，随便拆。哎，看好了，这面盖上，这面扣上啊。咱就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不能一个射一个射一个对空。哎，这面再给它盖上啊。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这里几个，这里几个。哪里俩？这边2个。不去你看俩啊？哎，你好好看几个？这里俩，过去几个？嘿嘿嘿，这里几个？哎，那个姑娘，打开看这里几个？这个碗里有。这里有几个？一个。这里有几个？不知道。啊？一共几个球？穿过世界的海洋，在未来的风里流浪。我在空中挥舞手掌，你迎风歌唱。我们开着时光机，在无垠的星海夜航。窗外宇宙星河灿烂，你泪光闪闪。一个擦肩，越过一个光年。我在时间河流旁，等你看过繁华落尽，再和我一起旅行。一个转念，便是平行世界。我在安静旋转里，等你赴我理想之境。不管你是否